GPT-4 它的词汇表的数量大概是10万个，Llama 3是12万8千个，量级大概也就是在几十万之间，是属于一个还可以穷举的项目。你看啊，中文中我们是先通过笔画，再构成字，再构成词。我们在建立这一个字典或者说词汇表的时候，就选择了字这一级，一个字就对应读热编码中的一个向量。但英文中，好像我们只知道英文字母总共26个，下一个就是英文单词，它就是直接从 character 直接到了 word， 从字符直接到了单词。英语中能不能我们有一个中间状态，跟中文一样，笔画先到中间状态，再到这个单词呢？英文中是有的，这就是 subword 子词，它就相当于中文的字，本质上它就是英文中常见的一些词根、词缀、部分单音节的单词。Unfortunately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解成 un 加 fortune 再加 ly。Happiness 就可以分解成 happy 加 ness，tokenization 就可以分解成 token 加 ization。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中间的子词状态，把英语的几千万上亿个单词，就只用有限的几千到1万个子词，可以表示所有的英文单词。同样的道理啊，其他的语言我们都会用这样的子词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这样地球上众多的语言就都可以用一个数量并不是特别大的词汇表来表示了。这个词汇表到底有多大呢？你可能会觉得特别大，其实没有。GPT-4 它的词汇表的数量大概是10万个，Llama 3是12万8千个，量级大概也就是在几十万之间，是属于一个还可以穷举的项目。现在这个词汇表中啊，我们已经有了中文、英文、汉字，还有日文、韩文，其他众多语言，甚至还有符号。再叫它是字就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们给了它一个新的名词。这个词汇表中的基础元素，我们统一叫做 token 词源。以后你再看到 token 这个名词，就能明白它指的是大模型中它的词汇表的一个最基础单元。这个基础单元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字、日文符号、一个英语符号，或者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有可能。一般来讲，英文代表的是 subword， 中文代表的是汉字，但实际上呢，也没有完全跟汉字一一对应。比如说 GPT 的模型中就将汉字再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把汉字分解成了更小的单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看到了一只奔跑的狗，这10个字在 GPT 中它会把它分解成14个符号，其中奔跑和狗都分解成了更细的单元。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 GPT 就能用尽量少的中文的 token 数量来表达更多的中文字。毕竟像新华字典中都收录了13000多个，它在这个词汇表中占的数量还是有点多。通过再把它拆解成更细的单元，来把这一个数量进一步减少。其实你拆的最细的程度就是一笔一画了，可能总共的所有笔画加起来就不到20个。英文中拆到最细，也就是一个个字母，总共只有26个。这样的话，它又拆得太细了。我们其实取的是最基础的笔画和字母，再到一个个词中间的一个状态。每一个 token 呢，它都是一个读热编码的向量，所有的这一个 token 组合起来就是这个词汇表。说起来高大上，什么 vocabulary， 本质上就是一个 Excel 表格，它记录了每一个 token 对应的完后的向量是多少。通过这个词汇表，我们就能查向量对应的 token 是什么， token 对应的向量是什么。这一个词汇表它就代表了神经网络输入的信息的所有的可能。神经网络它只能理解这个词汇表里已经有的内容，如果词汇表里面没有，它是理解不了的。不可能出现词汇表没有的内容输入给神经网络，如果出现了，那就是出了 bug， 需要程序员去解决这个 bug。同样的道理，神经网络也不可能输出词汇表里面没有的内容，它只可能输出词汇表里已经有的读热编码的向量，然后去查这个读热编码的表，
把它转成我们能理解的这个文字。每一个最基础的单元叫 token， 所以这整个把输入信息转换成数字的过程就叫 tokenization。词源化，非常的简单的命名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节再见。了解更多大模型细节，关注一下再走哦。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